美乌停火协议达成，球被踢到了普京脚下，俄抓紧时间进攻乌克兰，双方互扔飞弹袭击。为表示诚意，乌克兰反击，同时收缩防守。库尔斯克变局愈发严重，马斯克遭遇倒霉日，口不择言遭反噬，特斯拉股价跳水，原油竟是为川普拉票。据 BBC 报道，3月11号，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了一整天的会谈后，乌克兰表示，准备接受美国提出的与俄罗斯进行的30天停火协议。这次在吉达的会谈是两国首脑在白宫发生冲突后首次正式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在要由美方说服俄罗斯接受这一积极的提议，感谢川普在会谈中所表现的建设性态度。特朗普告诉记者，现在我们需要面对普京总统，希望他也同意，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僵局，推动这一进程。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表示，现在球在他们的场上。随后，特朗普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将与俄罗斯代表再次举行会晤，而特朗普和普京两人则可能在3月13号进行高级别通话。截止撰文时，克里姆林宫尚未明确表示态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允许乌克兰一次又一次武装自己，并向我们开火的停火，而是基于消除冲突根源的长期可持续的和平。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维克多·索波列夫称，俄罗斯不会同意30天停火，这只会让乌克兰重组和重建武装力量。不管是拉夫罗夫还是索波列夫，都无法代表克里姆林宫。彭博社等报道称，尽管特朗普试图再搞一次慕尼黑协议，但俄罗斯总统普京无意停战，拒绝在领土维和部队和乌克兰中立等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俄罗斯在经历3年战争后，本身就有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困难，一旦同意和平，俄罗斯内部问题会集中爆发。尤其是因为战争而过热的经济会突然遇冷，这将影响到克宫最重视的内部稳定问题。简单来说，要开始这场战争很容易，而要结束这场战争，克宫可能会在内部遇到比战场上要致命许多的挑战，甚至无法确定能否有效应对这种挑战。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克里姆林宫不会同意停火，这将意味着美国和乌克兰在沙特的谈判没有任何效果。不过，也有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特朗普能够提供足够的好处，克里姆林宫或许会同意停战。此前，乌克兰军情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也表示，俄罗斯的军工产能已经达到最大值，无法生产出更多武器。俄罗斯需要暂停战争以恢复实力，所有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前美国驻俄大使麦克福尔认为，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已经给了普京想要的一切：乌克兰土地，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美国不驻扎乌克兰。特朗普没有给乌克兰任何东西，尤其是没有安全保障。普京接受这笔交易并不奇怪。克里姆林宫到底是否会接受30天停火，暂时还不清楚，估计要等到美俄双方代表，甚至是特朗普和普京通完电话后才会决定。30天停火，即便可能延长，也不代表着停战，而是各方都有自己的需要。3月11号，北约在巴黎召开了确保停火后乌克兰和平能力的高端军事峰会，32个北约成员国的参谋长或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非北约成员国爱尔兰、塞浦路斯和奥地利也派出了参谋长或代表，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则远程参加了本次会议，但美国并未受邀参加本次会议。这实际上已经显示了欧洲对美国的不信任，也表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传统关系遭到了持续破坏。这实际上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在巴黎峰会上，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努表示，乌克兰的武装力量仍然是该国的主要安全保障，欧洲将拒绝对乌克兰军队采取任何去军事化措施。
英国和法国计划部署重型武器，并且建立弹药库，以便在俄罗斯再次发动战争时能够快速使用。因为本次峰会闭门举行，相关细节仍属机密。不过，有法国军方官员透露，本次会议的重点是在乌克兰建立国际安全部队。与会者将被邀请说明其军队是否以及如何做出贡献。不论欧洲和美国如何谋划战线，都不会说谎。根据几天前的战况，普京确实对和平并不感冒。3月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混合导弹袭击。这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的天然气开采工业设施。根据初步统计，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探测并跟踪了261个俄方空袭目标，包括67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和197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其他模拟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的防空导弹部队、电子战系统、机动火力小组以及战斗机部队共同抵御了本次敌方空袭。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乌克兰首次动用了法国提供的幻影2000参与防御战斗。截止当天上午10点，已经确认击落134个敌方空中目标，包括25枚 X101X55CM 巡航导弹，包括8枚口径巡航导弹、1枚 X5969制导航空炸弹、100架 Shahed 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其他类型无人机。此外，约10枚的俄军导弹未能命中目标，86架俄军无人机因失去定位而丢失，未造成任何损害。而这还不算结束。3月9号，俄罗斯方面宣称，在库尔斯克有 6.5 万乌军被包围。考虑到乌军在库尔斯克控制区的面积，根本无法相信乌军能在狭小地域部署这么多人。如果真的有 6.5 万乌军在库尔斯克被围，俄军甚至都不用开炮，随便扔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乌克兰人。不过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情况呢，确实很不利。包括每日电讯报、卫报在内多家外媒都报道称，在库尔斯克约1万名乌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但乌克兰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局势十分复杂。俄军和朝鲜军队在加强攻势，将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桥头堡宽度压缩到了11公里。而且因为森林环境和俄军大量使用光纤无人机，乌军的防御和作战行动变得十分困难。但没有任何乌军部队在库尔斯克被包围，乌军也没有制定撤离计划，反而正在制定对策，还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乌军空降突击司令部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俄军特种部队试图沿着进步天然气管道渗透进苏贾市区，建立立足点，但被乌军的第80空降旅伏击，100多名俄军特种兵被消灭了约80%。乌军司令部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降突击部队的空中侦察部队及时发现了敌军，并对敌军发动了导弹和炮火打击，并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系统。该战术是俄军的经典招数，并在阿夫迪夫卡等地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不过这次显然失算了。按照乌军第80空降旅的指挥官米罗斯拉夫·盖伊的说法，我们利用了此前获得的情报，巧妙地组织了伏击，管道出口被我们封锁，敌军无法撤离后遭到摧毁，大约 80% 的敌军人员被消灭了。但俄罗斯军队也果断抓住了机会。最新消息显示，俄军已经占领了苏贾镇中心，在那里竖起了俄罗斯国旗，却因为情报缺乏的缘故，尤其是缺乏空中情报，乌军是难以有效应对。俄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俄罗斯空天军再次活跃起来，甚至可以使用3000公斤级的制导炸弹攻击乌军在苏贾的防御阵地。福布斯新闻报道称，包括美械第47机械化旅在内的乌军多个旅已经撤离了库尔斯克。不过，俄军想要彻底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3月10号的态势图显示，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相比去年8月，俄军也只不过是让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控制区缩小了1/3。俄军在库尔斯克的作战具备很强的政治属性。为此，
不得不从前线调动大量兵力和资源到库尔斯克。当俄军在库尔斯克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在其他战线的进攻则因为持续的惨重损失而陷入停滞。15个月的高强度进攻已经让大部分俄军部队失去了足够战力。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科夫曼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的攻势在最近几个月停滞，原因包括恶劣天气、俄军疲惫不堪以及乌克兰对俄军作战方式的有效应对。乌军同样抓住了机会，在这些地区的反攻取得了有效进展。这种反攻顶多算是战役级，还不算是战略级，但对乌克兰来说终究是个好消息。3月10号夜间到11号凌晨，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远程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在俄罗斯各地上空击落了多达337架的自杀式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呢没有透露类似数据，但保守估计也是发射了300-400架甚至更多的无人机，让莫斯科和华盛顿都看看乌克兰手里到底有没有牌。乌军总参谋部宣布，这轮远程袭击的目标呢，包括莫斯科炼油厂和钢马线性生产调度站，后者是德鲁日巴输油管道的关键设施，是俄罗斯向乌斯季卢加海港码头供油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匈牙利等国获得俄罗斯石油来说极为重要，以至于匈牙利政府宣布，乌军此举相当于在打击该国的主权资产。这轮袭击还给俄罗斯造成了严重的基础设施损失，俄军发射了大量防空导弹，尤其是莫斯科附近，屋顶上空到处都是被防空导弹打出来的洞。这波袭击狠狠地消耗了俄罗斯的防空资源，可以确定这确实打疼了俄罗斯人，以至于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要求普京再次向乌克兰发射针术导弹报复。普京呢没有再次发射针术，但确实进行了报复。俄军再次空袭了乌克兰，133架自杀式无人机中有98架被击落，20架被干扰，3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则全部突防成功。只能说希望和平早日到来吧。最后呢，咱们来看2条马斯克的消息。可以说这2天是他的不幸的日子。3月11号，社交媒体 X 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马斯克承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只说网络攻击的 IP 地址来自乌克兰，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它暗示这很可能是一次乌克兰情报部门主导的攻击行动。可就在全网都在分析可能性时，一则打脸消息来了。俄罗斯黑客组织黑暗风暴团队很快宣称对这次网络攻击负责。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特斯拉股价下跌严重，似乎正在失去潜在的用户群体。统计数据显示，特斯拉在欧洲的销量下降了 46%， 尤其是在德国，销量直接下降了 76%。德国人还呼吁关闭特斯拉的超级工厂。另一方面，特斯拉股价下跌跟美股的整体表现有关。从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股市已经跌至15级极度恐慌水平，为2022年以来的第2高恐慌水平。仅在3月10号，美国股市就蒸发了 1.7 万亿美元，是美国对乌克兰全部援助总额的10倍还要多。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4%， 创下2年半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相比12个月的高点下跌了超过 13%。道琼斯指数下跌了近1000点，加密货币则在3个月内蒸发了近 1.3 万亿美元。美股遭遇了疫情以来最严重的单日跌幅之一。美媒称，特朗普继承了历史上最差劲的股票市场之一，但在1个月内就把它搞砸了。白宫有意淡化美股的表现，仅称之为市场的不理性。不过，川普也表示，不排除美国经济会在今年衰退。有相关预测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高达 39%。特朗普团队也只能说，在衰退过后会迎来强劲反弹。作为马斯克的盟友，特朗普怒斥有人恶意做空特斯拉，宣布他会买一辆特斯拉。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